所有的球迷朋友，喂，你好，欢迎收看气牌20年。我们在今天12月1号，在高雄市凤山体育馆要持续为大家带来在南台湾凤山台电主场的连续第2个周末的赛事。那首先我们刚好在今天1点钟时，将是由男子组的地主球队屏东台电要对上云林美金农。 那么连续2周的赛事呢，台电不论男女排啊，其实在主场啊目前是全胜战绩，所以也连带让屏东台电目前在战绩榜上6队跃升第一，8胜1败。那在昨天呢，美金农也拿到了胜场，所以目前呢在胜率超过50%的是前3支球队，台电连庄、美金农。后半段产险、三大有线跟台北康体呢，目前的战绩就要再加把劲。 好，那我们在这场比赛前到的球评呢，是我们的中央女排国手姚梦桦，我是梦桦，你好，午安。大家好，我是梦桦。好，这个昨天呢，这个3场比赛当中有2场打到了5局啊，特别是新美金融在昨天的晚场打到这个比赛会结束的时候，大概快10点钟了。对，没错，10点半。对，差不多快10点半。那相隔大概13、14个小时哦，就在初赛，而且面对台电。其实我比较好奇是，当然。 体能上会有调节，但是就连续的出赛，这个对体能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负担吗？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啦，因为其实才2天的赛事嘛。那我相信，其实他们自己都会有做好准备说，不论是打了3比0或是3比2的比赛，他们必须在隔天还是要面对第1场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在美金这边，他一定有做相对的调整哦。那不过其实今天也稍微跟教练有他们的球员都有谈到说，其实打第1场也好，因为打一打他们可能就可以赶紧的回北部。对，如果你又排到最后1场，那相对其实整个回去台北的时间也会会变得比较晚嘛。舟车劳顿。对，所以他们也觉得，其实排第1场，那就准备好就好了，这样子。对。好，那我们的比赛马上要开始。 国际裁判杨景华先生来自高雄市。第2裁判国际裁判王启瑞先生来自台东县。第4线员国家 A 级裁判谭正生先生来自高雄市。第4线员国家 A 级裁判尹国勋先生来自高雄市。好，我们刚刚看到，在这场比赛，不论是第1裁判、第2裁判呢，或者是4线员呢，就都是国家 A 级裁判或是国际裁判的资格。是。那也以在地高雄的裁判老师为主。是。审判委员黄之南先生来自屏东县。 裁判技术委员朱光荣先生来自屏东县。好，也介绍2位技术委员老师。接着为您介绍双方球队先发阵容。首先是云林美金农队，1号洪荣发，10号张佑成，11号林家伟，15号许瑞恩，16号李俊佑，77号文义凯，自由球员3号苏宏泽。 教练吕少平先生。接着为您介绍屏东台电队的先发阵容：2号黄宇辰，8号庄少杰，18号许文纯，19号林怡辉，66号詹明翰，99号黄正良，自由球员3号李嘉轩。执行教练张善元先生，教练李正满先生。 教练叶志坚先生，防护员黄俊达先生。好，我们首先要介绍2队的先发名单。美金农同样在前排摆上了温义凯、洪荣发，那右边是李俊佑，后排则是许瑞恩、林家伟以及张佑成。 那地主球队屏东台电呢，则是由林怡辉、许文成以及黄宇辰在前排。那另外搭配了后排的黄正良、詹敏翰以及8号的庄少杰。台电男女子组的这个比赛连续2周，目前是累积了6连胜。不过呢，屏东台电在上周其实也对到云林美金农也打满5局，所以可以说台电在最近的从上周6开始到昨天连续3个周末周6日的比赛都打满5局，但是呢也都赢球，是也算是蛮不容易的。对。
啊，尤其昨天面对联中啊，是输2追3。是。再往前打快。 确实哦，因为其实，在台电这边哦，他们有非常好的优势，就是他们的中间手宜辉哦，宜辉以及或者是在场外的这个场外的一些中间手球员，其实表现都非常出色，所以我相信他们只要把中间手的这个水准给发挥出来，我相信他们的球赛一定都会打得比较顺利哦。好，那在前一天表现非常出色的温义凯啊。 在今天依然会是攻击的主轴，不过很快在第2个 play 这边就提出了挑战哦。好，这是我们看到在南城国小啊，对，我们伟轩的小粉丝任教的学校，对，没错。 好，台电这边挑战是在线内还是线外？好，其实很接近，不过依然还是这正确的判决。这次的挑战是失败。南城国小其实就在凤山地区，就在附近而已。李军要发球，哎呀，挂在网上。 其实刚从开赛球员进场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发现到，其实美津浓的球员是感觉比较没有精神的哦。对，所以就今天看一下他们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哦。开始双方发球的状况倒挺多的。是。 其实国际赛应该也蛮常有这种背靠背、早接晚接早的这种安排。国际赛偏少一点点哦，对，不太会有这样的状况。毕竟国际赛的赛事，应该说对战组合不太可能会是这样子重复的。那因为企业联赛总是会是这几队一直打着这种例行赛，所以会有这种状况，其实也是蛮常见的啦。所以如果说在有国际赛打到预赛这种分组，应该说小组循环 Robin Run 这样，也不会有这种就连续出赛的状况。对，比较不会有。哦 ，OK。 好，美津浓在往前呢扣下这1分。对，因为其实，在稍早这边台电这边，其实有看到祥明哦是坐在场外的、哦，然后也治疗着他的膝盖。那刚刚有去了解了一下，可能应该是昨天的比赛当中是有一点点去伤到，他刚刚说是髌腱之类的一个发炎状况，所以他们今天可能先让他休息为主哦。 开始美津浓的运气也还蛮不错的，这球刚好爬网过。再发球，双方在第1局的局出发球的成功率并没有太高哦。 也感觉还在热身手。是。接发球。今天倒是美津浓这边的攻击可能要更加全面哦，因为昨天确实靠了温义凯在第1局、第2局是大杀4方。没错，而且从昨天他们的对战的战术来讲，通常都是6号位的这个义凯，就像布林哥这边有说到，昨天都是他从6号位这边打出了一个老2。那不过今天比较特别是佑成也先发出了这个6号位出来的一个后排攻势。对。修正球。 想要轻拨过网，对，确实在前排的正梁是有 touch 哦。在正面一直扣进，我回挡，快攻，正面遭到封阻，不过球出界。
整个在屏东台电这边哦，确实要在每一个细节都还要再积极的攻势一点哦，不然其实像美基农现在的表现，稳扎稳打的表现，其实这样是一个很棒的开局哦。好，这边台电要先请求暂停了，一开始3比7。包里面张耀全也习惯的是拢，也可能嘞。之前你之前包是斜线无杀了，你放后跑不要紧啊。那球拢这样搞啊，要拍稳定，拍迄个拍时间差，无进来拢压着嘛。哦，球拢这样袂歹啊。加油，别气了，你刚开始。来，声音多一点了，里面。其实毕竟也才刚开始第1局哈，所以也并没有说真的因为这次暂停就要修正太多的地方，主要还是提醒注意一下赛前所定义的一些重点。对，但是我觉得在整场比赛来讲，不管是哪一方，应该在开赛的时候，就是那种比较积极的心态，应该就是要先展现出来了。对，不能总是说哦还没热身这样子的感觉。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一开始就要表现得很积极的的态度啦，的去面对球赛。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就这个要展现出必胜的决心，对，没错，气势要先争夺。是，应该是每一场比赛都要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开局哦。哇，美金龙在第1局现在分数领先8比3，持续发球，正面还遭到封网，哇！连续2天，其实美金龙的拦网都发挥了蛮不错的功能哦。是。那美金龙能够这样子接2连3的拦网成功呢，那就是代表着屏东台电这边的举球配球哦，确实是比较稍微单调了一些哦。对，感觉就是大炮这边打不过，然后就改举中间的这种感觉，这种配球模式啊，对，打得比较想法比较单纯一些，又是硬生生被拦了回来。刚才在暂停时，我还记得在台电这边教练团提醒说可以做一个时间差，对，就是想要在节奏上面先做出一些改变哦。是，其实都被算到了。对。10比3，哇！这一开始第1局的分数稍微有点拉开了。哇，总算是。其实，在这个开局，其实必须也要把球稍微拉到这个4号位这边来攻击，因为对方的举球员确实在前排，那他也比较个子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应该比较好去突破哦。其实看到几次攻击，从2号或从6号这个点发动攻击，都被对方拦回来了，所以转换一下位置是一个好的想法。是。好，这次有救下来，快攻。这一次的快攻算是配合的相对比较到位，因为前几次台电尝试想快攻，但是其实遭到美金龙的预测。对，其实就算是比较微妙的变化，就是其实有时候打快攻 OK， 但是你要在哪一个时间点用，你要在接发球坡去用，还是在这种拦网防守的来回坡去用，其实都还蛮有两个时机用的感觉，其实是不太一样哦。好，这边美金龙也出现一些状况，是接发球失误。好，发球直接得分，台电这边连赶3球。好，换成是美金龙请求暂停，双方在第1节算是蛮小心的。然后在整个第1局，我们看到一开始美金龙是连续拿下分数，从4比3开始连拿了6球，从5分拿到10分。那从10比3的情况之下，屏东台电呢这边靠着4号点位的突破，所以开始连续上分，目前有4分的差距。来啊，对吧？敲。这都是第1局刚开局哦，所以双方在这个暂停上也先稍微提点交代一下哦。是。这2个发球。
哦，还有机会，先过网，有救到这一球。是。美金龙再攻。哦，同样的一样位置哦，也是在4号发动攻击。 在开局哦，其实双方确实发现出现了蛮多发球上的状况哦。詹明翰的发球，双方现在比较有来有往了哦。也改变了一下节奏哦。12-8林家伟发球。 再次清波，倒是今天张佑成打得还蛮灵活的、哦。对，因为其实昨天在美金龙这边的5局大战哦，其实一凯的表现很好哦，他总得分是有拿到了35分，包括攻击哦，攻击就已经拿到了28分哦，所以我相信在举球员的调配上哦，一定是可能想说。 毕竟他昨天打那么球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劳累。那他今天的分配可能也是先以佑成这边来为主哦。对，那如果像小凯这边的小温这边的发挥呢，可能是会在一些比较关键时刻啊，或是比数来到后段的时候，我相信，在美金龙这边的举球调配才会再给他哦。就像我们讲集气。对对对。好，刚才徐文成扣进分数，庄朝杰发球。 第一次快攻被挡下来，佑成球线拉得比较长，一个长线的攻击。是，尤其因为他原先都是打4号位这边的主攻哦，那对于他在打这边2号位的攻击，可能球路也比较来的数据没有那么多，就也比较不好防守。继续佑成的发球。 14-9，这边也扣了一个快的。如果说以比攻击上的深度跟全面性来讲，台电这边其实比较多球员是能够参与进攻，能够。 瞬间打进分数。没错，其实因为台电的球员明显就是在企业联赛上算是经验比较老道嘛，算老道的一些选手，所以其实，在台电的稳定度来讲，其实都会优于其他队伍哦。两队今年是第2度交手啊，第一次呢就是在上周台电也是打满了5局啊，才击退了美金龙。不过当时呢，在第1局跟第3局是美金龙率先拿下。 温一凯斜线的攻击，想的来了。好，选择放掉出界。 第1局大概在中段开始，台电跟美金龙大概都差3到4个球，一直也没有拉开，但是也没办法追进。好，这边换
台电转换边，快攻。 结果还是要双方今天在拦网的对决上面，可能会是第一局胜负的关键哦。对，不过这个还是要特别提到育人这边的举球搭配哦。其实他在这么静止的拦网这么静止的状况哦，他应该是要选择可能用中间手来掩护两边的长球来去做发动攻击哦。因为他如果举在中间，其实前面就是正对的一个中间手拦网，所以其实对方的拦网都没有移动，再去举快攻的话就比较难突破。对，也就是说，刚才如果这样的选择，就变成对方的防守就线索很好去抓了。对，没错。还是维持3分差。 今天美津浓这边倒是攻击上面还挺灵活的哈。对，因为其实昨天的比赛，小温也打了蛮多这种比较个人移位式的攻击哦，所以台电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哦，球进哦。对。 在第一局的局末啊，现在台电再度请求暂停。你爱去吹球啦，卖被动嘛，爱吹球啦，包括你心里嘛同款啊，都会一样啊，卖避敌，卖敌啊，站后边嘛，很明显的边的啊，咱站嘛最好嘞，对不对？攻击牌不应该爱收起来，没收干嘛啊？这样，守一颗了，守一颗了，先守了，接发球先接。加油！ 也给我个概念啊，也有弧度啊，差不多哎。这边还是提醒在刚才这个接发球的问题哈。对，尤其像面对现在的小温奕凯在发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尤其他的发球得分率的比率是蛮高的哦。18-13。 其实以最近的3次发球来说，美津浓是2次发到了线外，1次在线内。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可以挑战去用力发，那有一点点凹赛，我觉得都是 OK 的，因为你可以去赌，其实不好判断的球，对方还是有可能会接起来。对，那尽可能就是不要挂网的失分，是会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挂网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机会。对，没错，对。 但如果你是长线的，在压在底线，可能外面一点点的，其实那个也会造成在接发球端这边会比较难判断的状况下，还是有可能会接起来的。好，黄正良发球3分差，台电一直没有跨过这个距离。那这次一样啊，想要故技重施，美津浓一样让。 温奕凯从6号起跳啊，不过在正面呢是没有能够拦下这一球。后举交给洪正良。 确实哦，其实今天比赛已经来到第一局后段了，感觉台电在攻击上还没有很完全开机哦。对，整个在正良这边的发挥哦，包括在前排的不管是小杰或者是怡辉，感觉打数都还没有到一个，大家都偶有佳作。对对对，但是就是还没有开得很热的感觉哦。 再尝试，哇！不过这次似乎在线外哦。是。
对上一次交手啊，在上周6，其实美津浓也拿下了第一局，当时是25比22。文成。 对，文成在整个台电的主力攻击手这边哦，他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性的一个球员哦，不管是在防守接发球，或者是攻击，甚至发球，都是一位令人很安心的一个攻击手哦。 如果以第一局美津浓的攻击的成功率来说啊，其实倒是在这个打法上面，还有流畅度上面是比较利落的哦。对，不过这边的台电狼网哦，确实还是要稍微再观察一下攻击手的助跑路线哦，因为其实刚很明显是阿发这边是要打一个往内切的一个比较短的长球来做攻击哦，那他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拦网上就会有点失误。 哇，这一次最后的结果倒是令人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哦。是，隐蔽性很高啊。对。最后出手决定改变方向，23比18，马上要到第一局局末了。 许文成，哇，这么一来，第一局的局末点出现喽。 阿发发球，贴网过，不过底线出界。如果不挑战的话，还是要挑战看看界内界外哦。不过第一时间司线员是给了出界。 结果很快就回放，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哦。是。好，最后在第一局，美津浓的开局非常的成功，延续昨天赢球的气势，率先拿下了25比19的第一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
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这第一局呢，美津浓这边其实因为屏东台电的这个接发球啊，有一点状况，都两边其实感觉在第一局的发球还在试手感。美津浓在第一局的发球是掉了5分，不过以攻击的比率来讲啊，美津浓这边倒是在攻击失误上面的1正14，所以在攻击点上看，美津浓这是在2翼啊，2号、4号有比较多的建树，那台电呢还是在正面。特别是在这个3号篮中这个地方有比较多的快攻机会，那是第一局的得分分布。对，其实，在整体来讲，其实第一局很明显的是在台电这边的发球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造成美津浓这边的威胁所以造成说让美津浓在攻势上是非常的轻易好，上一次2队交手，第一局也是由美津浓拿下，不过当时的分数呢是25比22。哇，对得漂亮！对，哦，
对，确实屏东台电这边哦，确实要再积极主动做一点进攻哦。就如同我刚刚说的，其实在中间手，不论是怡辉或是小杰的表现，他们都是对于其他队来讲都是威胁性很大的中间手哦。还有，再补一刀。对。确实稍微比较没有角度哦。小温这边刚刚一起在打后排的时候，其实屏东台电这边也有注意到，所以在拦网比较密的情况下，他没有角度打，反而是形成了一个outside的一个结论。哎呦，没给好，反而是变成台电的机会。对，因为像这颗球是偏向是举球员举得不够长哦，让文成这边在出手的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一个角度下，造成了一个失误哦。那其实被拦网过后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关系，那就是看自己的队友有没有再把这卡巴给补上哦，继续做一个重新组织攻击。这发球点靠网。第二局的一开始，台电的进攻就比较强势了哦，是尝试了比较多的组合。没错，尤其像现在可能文成这边其实有想到说，其实第一局大家的攻击很像没有那么强势，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有做了一点调整，是由他这边先主动发动攻击，带动其他人的攻击性哦。其实这个梦话讲的蛮到位，就是因为台电这边可以主攻的人蛮多的，是出界。就是可以参与进攻的人蛮多的，那所以其实你有很多的牌可以打。没错，对，就像台电这边就不会像是比较把攻击力放在某几位选手，他们算是分布的比较平均。那好处就是你可以去多点开花的去运用嘛，对。但这个多点开花哦，这个攻击手多，有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怕碰到群龙无首，就像第一局那样子的状况。是。但是也会有这个所有事情都是正反。美津浓这边把攻击放在阿发跟小温身上，但是如果在第二局战一开始台电很针对性的防守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第二套或第三套的进攻来去要分数。没错。好，所以在一开始第二局台电5比1，美津浓逼得喊出暂停。稳了。他切了，要用切的了。好，走吧，再来切。来，可能听起来美津浓这边在走位布阵会有一些调整。是。对，甚至在用人上呢，可能也会做一点替换选手。好，南城国小的李伟轩老师，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现在场上最活跃的这一群。是。哦，这几个小朋友就是从开赛站到现在都没有停下来过。对，加油声也是不断的一直有哦。对，其实渐渐的，高雄屏东台电这边就有发现到，其实像不论是佑成啊，或者是小温这边哦，确实会打一个往内切的一个长线球哦。那他们在拦网目前就也是有在注意哦。两个在沟通上面有点状况。是。第一时间是有守下来，不过眼睁睁看着这个球落地。对，其实这是一个拦网算成功的哦。对，这应该是谁的责任区呢？就有时候真的是第一个是靠默契，但第二个就是还是要靠海参啊。哇，好高啊！我应该补回这一分。是。3比6。
旁边正面又被拦回来。哇，第2局台电在这个拦网啊，特别无论是我看几次的尝试哈，大概3号、4号这2拦桩跟4号点，这2个点在第2局的几个封网是成功的。是。 其实我觉得拦网在屏东台电这边，其实一直也都是强项，只是在于一些你有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进攻，到底这时候可能会在举后排的状况吗，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他们必须还要再更清楚明了一点哦。连手了2波，第3波 ，chance ball， 还有，看这个攻势能不能够突破。好，双方重新组织，好温。 哇，是硬是让对方吞下去。对，尤其是他自己接了一个卡瓦的球哦，在做一个进攻哦，这一个整个助跑来讲哦，都是非常流畅的哦。温一凯在第1局参与的进攻比较少哦。 第2局热开来之后，他的把握度还是很高哎。是，今天还是有60%以上的攻击率。贴网过，想打快攻，一样。对，因为就如同我刚刚其实有说到，接发球端其实在网边的人都是静止的，你有举快攻的话，拦网的人根本就没有动。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发挥中间手的这一个攻击得分率哦。有时候举球员真的他这个动作一做出来，就已经决定了之后的命运。是，你其实中间如果你举这个位置，其实他就没有太多变化了。对。 所以人家说找举球员都是要找比较鬼灵精怪的啊，对。但有时候这个太有创意，队友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就是意识到。会，因为有时候都会骗到自己的队友。对。好球，哇，轻波，哇，这个放球放过去了。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在拦网或是防守阵型哦，大家都是要一起动的哦。就像这一颗的移辉，虽然来不及过去拦网哦，不过他还是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无小球的一个区域哦。好，决定还是要按下暂停请求键。有点你要快攻跳开一点。 有点那个，那你要送的时候，开网要送的时候，你要送到前面的时候，你要给他前面，你不要在他头后面，他没有办法抓。那不能快。那你跑的位置再开一点没关系，不要跑在里面，跑在里面你没有办法处理啊。哦，这一部分呼应到刚才梦话讲的哈，你送球的位置，如果说你开网就只能送到这个点的话，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其他的这个角度可以给。是。 那刚刚看到在美智农这边的得分分布啊，反正今天是张佑成跟温义凯。台电这边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点点开花，但目前没有一个比较可以主导战局的。对，攻击核心的。哇，也是一样被算到了。是，这时候真的是要非常考验。 攻击手的一个得分能力哦，因为其实拦网也只剩1支哦，其实就已经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配球哦，那就要看攻击手怎么样去得分哦。1对1没有吃下来哈、哦。对。哇，连追了4球啊，美津浓。 这次一样啊，同样的点位选择快攻，不过这次给球的角度其实就给的稍微比较开一点。是。第2局双方分数很僵持哦。对，
所以第一时间裁判是判给了屏东台电 touch out 的得分。美基隆觉得这边自己是成功的防守哦。美基隆决定提出挑战。你考虑太多了，你要等他手的。哦，目前应该是叫暂停。对。是美基隆这边。我刚才看到美基隆这边有把牌拿出来哈。对。不过最后还是选择是以暂停的方式。没错。来先喊停比赛。来。这暂停是让双方喘口气啊。所以美基隆这边就有稍微来沟通一下，并没有提出挑战哦。好，确认一下站位啊。好，台电9比8。是搭配上了一个失误。这次是挥棒落空啊。像这样的状况，是举球员跟准备要攻击的球员，在这个沟通上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就是减少像这样子发生的状况？对，因为其实这颗球不是很好的一个接发球，因为球比较偏向是2号位这样子往网子这边冲的接发球。那举球员这边呢，其实他在退位在举球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会比较没有办法确定说攻击手的点在哪。那这时候中间手就必须要给他一个声音哦，对 ，OK， 给他一点声音，然后让举球员更知道说他的点在哪，那再举出去的球会再更加稳定一些，对。好，最后决定是直线的角度攻击，黄建良要到分数11比9。都起跳高度好，有点不太够了。对，因为其实这颗球也都接的稍微偏低一点，那其实举起来也有点勉强，在攻击的人也很勉强。对，也打得有点强，还好。黄建良啊，是从正面灌进这一分。是。基本上以这样的方式回击，这个也不会有防守的机会了哦。对，13比9。台电这波上分，不过底线球比较长出界。台电连续2周啊都要打满5局啊。在上一周面对美基隆，同样第1局被美基隆拿下，那第2局台电很快就把战局给拉长，给扳平了。是。这个发球的力量很够，对，很强劲。Catch out。许文成哦，这个今天攻击的机会不多，但是把握度好。对。球做给他几乎都有。没错，因为还是经验非常好的一个选手哦。对。有点靠网，重新组织，快攻偏也矮了一点。好，再打得很迂回，连续2次想放球。
时候是不是会提挑战呢？是教练想要挑战看看这个拦网是会在 save 还是 outside。第一时间这分派给了美津浓哦。或者说接球员跟我们看一下这次的挑战，哇，是一个界内球哦，有半颗在线内，是，哇，所以这个挑战其实是成功的哦。对。好，那因为落地了，所以这个分数直接就给了台电。换上了何金威。同样这边也打得很聪明哦。第二局中段，李俊佑发球，后给交给黄正良。对，确实在正良这一个攻击手这个点哦，其实他在打八股哦，甚至是后排的这个位置，确实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位置，不论是直线的出手，甚至斜线出手，都造成对方非常大的威胁哦。这个时候来做人员的调度啊，让闵汉夏、郑伟至上，6分差第二局差距最多的一刻。哦，还有，哇，其实感觉第二局哦，美津浓的得分其实都打得比较辛苦哦。对。其实从接发球到举球员的这个连结，其实真的就差距很大。对。前排的攻击手真的没有太多比较好的球做给他们。是，尤其因为在第二局的屏东台电哦，在拦网上哦，确实是比较有在注意对方的助跑路线啊等等的，就是不会像第一局，感觉是对第一局感觉是可能不知道。没有注意到美津浓这边可能会打一个切洞，造成拦网上是一个缺口的状况哦。哦，这个是不是有碰到标志杆？对，对，应该是正良这边攻击的攻击球去 touch 到了昂德拉。确实哈，很明显。郑伟志换一边来，成功的防守。何金威，在金威这边的攻击得分，不过前排的拦网者已经先触网了。好，从原本17比10啊，这个一路被追赶。突然间回到只有3分的距离，所以换成是美津浓请求了一个 time out。哦，台电请求 time out， 不要是卖丢了，太冲了。拦网中间都有缝啊，拦网边仔咧搞的时阵，要较注意。对啊。直线可以包死，斜线可以给他没关系。好。加油！感觉在这一波的暂停哦，在台电这边提示的这个重点就比较明确了哦，就是抓点去打，就抓点去守。其实领先的球哦，主要就是把你该掌握住的掌握到，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拿下第二局。是。哇，这次接发球有点失误。前排的机会没有太好，不过，哎呀。对，其实伟志选择这样子的出手也是
OK 的，也是好的。如果你硬打的话，就反弹被拦到的几率就会更高。那他选择了一个打点，把球线打长，那反而是落在一个比较没有人位置的话，这也是一个成功的攻击哦。哦，否则刚才那一次的接发球其实是蛮险的。对。特别过去。对，也是有不小心击中比较上方的位置。维西内。对。是的，男生其实球速很快哦，都还是会有这种状况。一支。好，发球太长出界。詹明翰今天跟郑伟志多次的对位换人，16-19。第一个拦网成功，外攻，outside。对，确实哦，其实这样子的搭配球是 OK 的哦，不过给怡辉的球真的太低又太短了，因为他毕竟也是左手哦。那球当然要举给他好的位置，一定也是要举在左侧啦。对，简单来说，其实在搭配上是出了一点状况哦。防守好球哦，还有哦，来造成一个 chance ball。哦呵，我回在对方半场的时候没有压在线内，是outside。20-17。志龙其实一直追得很紧，第二节蛮有韧性的哦。对。2度分数其实被拉得比较开了，是，所以这时候屏东台电要特别小心哦。是。这个时候就是1分1分稳稳拿了。对，还是要在这关键时刻给我们的老大哥文成突破。手动球，右成，哇，有点快，哎呦，危险。对，这应该已经是有点在冲标志杆这边了。对，从标志杆之外哈。对，看一下刚才应该是打在标志杆上，还是从标志杆之外哦弯进去。刚才这个已经在出界的边缘了，看一下这个出手点。球比较快，标志杆。对，哇，这台电也没有把握发球失误。美金龙其实还有机会，只有3球的差距。主胜回来，再给哇，这个修正很关键。是，反正今天的文成哦，在每一个处理球哦，都有非常大的把握。是。哇，眼看这个接发球，其实第一时间第一个接点没有接好哦。对。许文成发球哦。
直接 surfing 发球直接得分，所以反而第2局的局末点出现了 set point 24比19。又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罚球，好，没有打。再一个自己做给自己。好，应该有 touch 到我前排，对。20比24，哇，反正何金威上来跟温义凯交替哦，这个也为球队拿下不少的分数哦。是，这今天顶的还蛮好的。好，所以在第2局台电就扳回了1城。在第1局呢是美津浓25比19，第2局则是台电25比20，双方在前2局战成1比1。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
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好，其实，在第2局哦，屏东台电这边修正最快的是拦网的得分跟针对对方的防守。在第1局，美金龙的攻击成功率太高了，在攻击分数硬是拿了一个正14，但是在第2局呢，美金龙在攻击上就回到正5，这一来一回差距蛮大，包含在拦网得分以及提升自己的攻击的成功率，所以一来一回，在第2局台电相对打的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光看这个进攻的分布图也跟在第1局有蛮大的落差。对，尤其像在屏东台电这边哦，确实在第2局在拦网以及防守方面，确实是有赶快做了一些调整哦，那以致让美金龙的攻击得分哦，比较算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容易哦。其实连续2周在这个台电的主场打，我就蛮好奇的，因为梦话也是来自台电体系，就是这种在自己主场打，到底尤其是这是你们的大本营哦，这走出去前面在路上碰到的可能都是同事或前同事或未来的同事，对，会不会有压力啊？老实说，其实我自己个人是无所谓啦，也没有差啦，对啊，但是有些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心态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强的选手就会比较紧张啊，但我是比较没有办法被外界干扰的。对，进到球场里面，其实我听不太到其他人声音。对。第1球就要挑战了，但我又比较好奇，就是说，像因为毕竟台电其实投入排球的运动其实蛮久的，又有男女排，长期成绩又都很好。那并没有触地，所以挑战成功。对，球真的太快了哦。对。今天这2边挑战成功率蛮高的。对。好，所以那我就比较好奇了，就是那像如果说在主场打，就是一定会有比如这个各级的长官啊，大家来看球啊这样。那大家会不会因为说长官来特别要表现，或表现给长官看，然后搞不好机会这样可以升职加薪之类的？没有啊，加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没有，我觉得只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吧。不论是输赢啊，那你就认真的把态度给打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我讲的有点官方哦，但是我认真是觉得是要这样子就好了啦。因为你认不认真，然后你的表现如何，其实每一个球迷啊，甚至长官，其实他们都会看在眼里哦。好，这个因为第1球挑战成功之后，那份重打嘛，然后接下来双方现在是各拿了1分，那要看一下美金龙在第3局的调整。第2局的台电在攻击上就是多点开花，防守上呢就是锁定阿发跟温义凯。那第3局看一下美金龙会不会找到不一样的方式来突围。在几个的中间手移挥哦，在不论是玉人啊，或者是雨辰举球员跟中间手的移挥啊，或者是小杰这边搭配哦，我觉得都还没有到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哦。第2局靠许文成啊，是在几个关键点，真的对，包含在第2局局尾的发球也非常的威力。
哦，哇，这球很凶啊！哇，从这个后排第2排6号位起跳，依旧是我们很凶的文成。其实本来就要有这样打球的士气啊，对，你才能够带动整个球队哦。Power play。 美金龙发球，红龙发，哇，发在今天参与攻击的次数就相对比较少。对，没错。哦，这次就是给的很有技巧。是。 开始台电在攻击上的多元性有点今天展现出来了。嗯，组合真的也是比较多。这边快攻来一个，回一颗。对，不得不说美金龙的嘉伟哦，其实他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哦。就其实他昨日的表现也是相当稳定哦，在于配球也是相当的清晰哦。那我觉得他在整个举球举出去的球质啊，甚至对于每个攻击手的运用，他都可以调配得很好哦。 文义凯发球挂网，确实，可能在育人这边的拦网第一拍是没有定位定好的。哇，许恩在今天已经有4个拦网，偏低，还是太低了。这第一波太低，第2波太慢。对，整个感觉是在组织进攻搭配当中没有那么的顺畅。这分是基本上被掌握到了哦，完全没有角度可以去出手。5比5。哦，所以真的在组合上面还是要多一点变化哦。对。 滨台电这边可以用的人是比较多的。对，佑成在这个攻击点是非常聪明的哦，他也不是顺打用力打，反而是打了一个直线的 touch out。 第3局双方现在是对峙的情况哦。修正球，哇，这球还在线内。对，文成是蛮可爱的啦，对。这个动作感觉就是你看我尽力了。是，对，没错。因为他算是已经正中。 年纪跟资历比较长的一个选手哦，对，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在新的世代哦，很多选手年轻选手都必须赶紧的跳出来哦，对，那我也希望就是这些年纪比较长的选手可以一一的传承哦，去带动一下年轻的选手。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靠网哦，美金龙佑成这边是直线，应该是有鳌赛的状况，对，先打到了标志杆，对，是。 哇，
还有没有机会？危险，危险，危险！这每一场比赛都要挑战摄影机。是，还是先挑战椅子吧？每次椅子都很无辜，椅子第一个时间都被甩开。所以我们场边很多备用椅子，不用怕。至少要有高度，对，我觉得这样的高度一定要有，即便是可能不是一个出手点非常快的一个拍子上哦，不过我觉得高度给怡辉、给我们的小杰，他们都绝对有能力去得分哦。对，这高度是可以是 OK 的，也是允许的。对。对，其实一样的状况哈，演文一凯这个高度其实也要做出来。是。尤其是嘉伟这个举球哦，是先有了一个第一时间的掩护，再做了一个第二时间的搭配哦，我觉得也是能够去骗到台电篮网这边的节奏哦。文成是一个 nice play， 打了一个直线 touch out。双方今天第3局的节奏算是打得比较快啊。是。其实大概1、2个来回分数就会出来了。嗯。今天的命中率很高哦，攻击是14次的攻击，11次得分。我发球这次没过。对。对，文成。我看来是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有一种那种憨憨的感觉。对对对。发球，接发到哇哈，球来了，球来了，有点低，偏低了，偏低了。哎呀，来前排触网哦。这双方在这一球两边都有一点状况。对，在前排的美津浓、瑞恩哦，这边是触网的状况。对，那台电这边的举球，玉人也是推得不够长哦。明翰这边是左手的哦。就要赶快做个沟通哦。后排，拦网有成功，修正给敏翰。对，就。其实要给他至少要给他高度。是我觉得在今天至少我们看到好几个，其实今天台电的修正球是比较到位的，相较之下。对，到位之余，我觉得高度可以再调整一下哦，因为其实前几颗虽然有到位，但是偏短了一些些，偏低了一些些哦。所以如果给他到位，高度也要至少高度要先出来，让攻击手可以在最高点去处理是最好的。这球台电就感觉有点可惜了哈。对，其实已经抓到了。其实有时候也是会有跳太高的问题哦。把这个硬是给钻了过去。小温发球，先拨过网。是我们小杰的一个斜线的成功拦网。13比10，哇，这是一个关键点喽。第3局双方大概最多就是2到3个球的来回啊。这样子扣，哎呦，快攻扣进去，哇！总算有看到小杰的，是曾经的不是曾经，前几场都有出现这样子很霸气的攻击哦。好，所以美津浓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点啊。拿掉了这一分之后，马上现在请求暂停。我们看看，其实，在这场比赛，一支双方都是大概2到3球在拉锯。干掉没那么闪的。我觉得你应该打直线了，干他这样看你，然后他打他反回来。对，因为我打太多直线，我觉得正良应该抓了。他吃他啦，不是小杰太难过了啦。
起来很扯哎。对啊。后排啊，老二啊，老二，好，我们要在分数上啊，台电这边是许文成，美金龙这边是张佑成。今天是有点双城对战。不过这个时候美金龙要小心哦，因为在第3局分数都一直在对峙哦，就是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最近的5分当中有4分被台电拿下。对，主要都是台电这边比较占上风一些些。对啊，这个修正球的处理、接发球也比较到位哦。对。哇！这赶快过去。Nice play， 对，这个点真的是非常的时机非常好，因为其实玉人有这样子的习惯哦，跟这样子的一个出手，其实他不是只有这一场这颗有，他其实其他场也有这样的状况，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点。学弟还是要过去跟学长先稍微say sorry 一下，维系内。没错，接着这个玉人的拦网哦，整个自信心也来了，一个单人拦网得分。所以这就是刚才在第2局说的、哦，台电这边它的组合变化其实比较多。对，这个是美金龙比较会辛苦的地方。没错，包括在整个拦网啊、跟防守上有注意的话，就会打得比较顺利哦。哇！美金龙这球只能够硬敲啊，但是没有敲进分数。对。其实，在第1拍，大家或许会看到，以为是台电这边有一个 touch 的状况啊。不过，美金龙这边攻击是先踩线了，所以这分是判给了台电。好，南城国小的李伟轩老师上来了，是，再一颗。感觉好像是陷入苦战哦，怎么样打都打不进。对。第1拍的裁判是判给了美金龙判给了美金龙是 save 哦，不过台电这边提出了鳌赛的挑战。刚才有提到，今天2边的挑战的成功率其实算是蛮高的。是。台电在这分先不算之前呢、过去的6分当中又拿到5分哦，所以这个分数现在就有点拉开，看一下台电挑战界外是否成功，完全是在界外。哦，今天2边挑战的主战场成功率高，是，对，18比11。美金龙这个时候决定要走马换将了，一方面调整体力，一方面也换手气。对，把我们的罗斯汀给换上来。接发没有到位，修正球。哎呀，9位的分数啊！洪振良被击倒在地。是。其他想趁机休息一下。对，应该是从一个拦网的手中间过来的、哦。不知道是不是跟刚刚的手势跟队友讲，前排你们拦好啊。对。要钻过来。是手型的问题，手型的问题。不过很可惜，要回发球权，但直接发球挂网。发球权跟分数直接送给对手，19比12。第3局的后段，台电现在是控制了比赛。这都被压住了。对。
第3局有几个球点都抓得死死的。是，其实像沃斯汀他上来哦，其实就因为他也真的是偏矮小的选手哦，其实要突破前排这么高大的拦网是有点困难。那其实他在曾经的比赛，他也是有走一个个人移位哦，从这边的4号位再切来2号位这边去打攻击，其实也是都是很好的选择。他一定要靠这大量的对顺移位个人移位去得分。他一定要走一个应该说他必须要多一点的动位来制造对方在防守上面的难度啊。对。不过先决条件还是要先将接发球到位，才能做一些攻击上面的变化。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哎呀，差点2个人接一颗。现在在美津浓这边确实状况比较多一些哦。哇，这个分数从13比10现在开始一路打啊，13比10现在是22比12。这段期间台电拿了9分，美津浓只有2分进账。这波手下爆给哇！台电只要他攻势串联起来哦，他这个连续上分的速度就很快。对。所以在台电这边举球选择真的也比较多。对。曾茂从上。庄浩杰继续发球，通常像这种时候，如果分数差距比较大，两边的教练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把主力球员先拉下来？是会，因为其实还有下一场比赛的话，其实也会让主力球员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顺便让替补球员再来练一下心脏。脚很灵活哎！哇，这个如果这踢足球应该也不错。是，而且在空中哎。对。哇！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的足球。哦。踢毽子好像也可以。对，邱姐给他一个赞。23比14。小球，快攻！先拨过网。打得有点勉强啊。对，缅基农这边右城的一个后排攻击失误。第3局的局末点是屏东台电的24比14。比分有点拉开了。陈玉仁 ，Power Serve。温义凯在场上还是能量很强啊。是。不过整个第3局好像没有看到小温在攻击上面有太多的建树。对。好，所以第3局也没有悬念，这是由屏东台电所拿下。目前局数上是2比1、25比15。我稍微休息。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看在第3局啊，台电在攻击上面是点点开花，全线开火。攻击上面这个分数是正13，而且攻击成功率是极高啊，78%。拦网得分，其实基本上在各方面的数据，从分数上就是一个压倒性的对，没错，20-15是整个都优于美津浓哦。那确实在美津浓感觉上在第3局是比较
是精神上稍微比较松散一些吗？感觉比较多。第一个可能该攻击得分的地方没有得分，然后再就是失误也是偏多一些。其实感觉攻势上串联不太起来。对。接拍球到位。好，需要一个好球，开局先振奋一下。是李俊佑的快攻得分。不过台电连续2周在自己主场的比赛，4场比赛里面就包含这一场在内，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给对方。对，还有。好高，好球，需要拉抬一下自己的士气。对，开局有这2颗的攻击得分看能不能够把美津浓的士气稍微给拉回来一些。一样用快攻来欢迎颜色一辉。感觉给一辉的球还是可以再高一些对。哇，不过许文成在今天的攻击成功率是80%对，整个扛起了主攻手的角色。也低。感觉在第3局双方这个经验上的差距是有一点显现在分数上。是，郑良蛮可爱的。他有一个那种台湾人的喜感，讲不出来，但就是他的看他就觉得常常觉得很开心。对。好。这几波的开局，美津浓的攻击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发挥所以台电这边真的要特别小心。林玉君刚才打进这一分，好像这局赢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这样是好的，当然你这时候需要嗨咖。是。对。因为你在第3局分数有点被拉开对。第4局如果你还是很沉闷的话，这样比赛大概就要被带走了。对，所以需要这样的嗨咖。是。我今天斜对角的攻击，台电的把握度还是很高小文，聪明。其实本来就该这样子，要前后、长短的去运用。虚实。对，真假。对。来再来。等他下一次对，我们再补上。哇，那今天在攻击的参与度上跟昨天比就差很多了。是。长球，其实整个还是偏短对，在玉人给的球左手的球确实可以再拉长一点，他才有空间去发挥。所以你看他下落的时候，其实感觉上就是这个动作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完所以有一点比较不稳。对，所以落地的时候就是比较没有踩好。其实有时候这个动作是有时候会有点危险。对。死定。虽然个头也是不高不过也是很敢出手我美津浓需要这个比较年轻的球员，或者是这个第2梯队跳上来。对，毕竟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先发选手，那对于其他队对于他们的数据就会比较少那在拦网以及防守上，整个直接出相对也就比较没那么熟悉。对。因为这个球稍微的过头了一些，不过我在想，他也是想要调整给敏汉的球要长一点6比4，持续上分，爬网过，黄正良遭到拦网。对，因为这颗球感觉是也没有一个高度让正良是没有办法在一个最高点发挥他的攻击
来是屏东台电要请求暂停哦。这个年轻球队哦，其实上下起伏来得很快哦。前一局跟这一局判若两队。对。对啊，他那个球来的时候，慢下来，不要球一来你要挤一挤就没有了。哦，三哥好，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来，好，最近美金龙是连续的上分啊。这一波台电也是希望靠暂停啊，把球员的状态拉一点回来。在场上这边美金龙可能有觉得有2级的状况吗？感觉好像停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久哦。是，不过有稍微反应了，但分数还是挂给了台电。张佑成沉寂了段时间。拦网哦，确实是没有跟到的哦。对。那在后排的防守也没有跟到拦网的这个中洞哦。哇，完全是整个开掉了。对。刚才这一球在出手前啊，这个仿佛看到欢迎光临4个字。对。Welcome。正面不设防。但这一次刚才配合其实是很成功哦，是哇，把防守方完全是骗开了。对，美金龙的拦网稍微有点疏忽掉了。哦，啊，现在有一个连续失误哦，其实这2个失误其实应该会让美金龙稍微有一点点状况出现哦。对，对，不然他们刚刚的开场哦，几个攻势打得非常的流畅，就还蛮可惜的哦。是。哎呦，稍微慢了一些哦。对。来后排小温，救起来还有重新组织。第3波进攻，沃斯汀，好球，沃斯汀。确实哦，因为其实面对沃斯汀的攻击哦，我想台电都一定会想要采取一个守他的 touch out 的一个往外场的一个路线的、哦。那他如果巧妙的放一个短球哦，真的会奏效哦。对，第4局已经2个放短了，偏短，球还是偏短。对。其实举球员在整个球队的角色、哦，真的是扮演着非常大的一个灵魂哦。你想要攻击手打怎么样的球，其实你可以去操控他的。对，你可以举长一点给他打直线，举短一点，你要他打斜线打斜线。哇 ，nice play！ 哦，连续2次成功被收下来，可惜呀，精彩。对，如果这一个攻势是有得分的话，肯定会让台电哦整个气势会更好哦。真的。对。不过前提是这一个韦轩的防守真是一个 nice play 哦。哎呀，这个就很可惜。对。就是你在气势，就这样讲，昨天讲。那火苗这样烧起来的时候，哎呀，对，突然间这个熄了。对，昨天又说到烤肉嘛，这个火都忘不了，没办法烤啊。因为很快的这个分数就还回去了，就是这个空欢喜一场。是。哇，
快攻算是被封回来，不过已经出界了。是，不过这个快攻哦，举得相当的危险哦。对，其实蛮惊险的。直接举在对方台电拦网的手上哦。长了一些，吴奥斯利发球失误。这时候要提防一件事哦，不要忘了第3局这个分差看起来是25比15，可是，在中段双方是9比9、10比10哦。对，没错。因为像台电这样的球队，他是有能力一波带走。对。可是相反的，美津浓要一波带走台电是有困难的。是。11比10。发球失误，发得比较长，发出正梁。这个时候就是比拉锯，双方要比耐心的时候。但是总有一个感觉是，今天给黄正良的球好像都不是给的他最喜欢攻击的位置。对。这发球到位，长球闵翰。黄正良发球。美津浓在第4节是有第4局是有盯住的，是，情况不会像上一局一样对，稍微士气啊跟整个风向哦都比较偏向台电这边哦。这叫黄正良，这次还是被守下来。守正文，哇，他是哦，所以感觉美津浓在使用这些替补球员的时候，其实效果蛮好的。对。好，台电这边请求暂停了。虽然美津浓在双方大概在8分、9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乱流，让台电一度追成平手。我接下来的这5个来回当中拿下了4分。还靠吧，还靠吧。啊，看这个机会，你比对方还贵啊！哇，机会就会拦网，好往手的，来接个回来。可以，今天是要再靠网一点哦。是。双方在最近的几波就是攻守对决啊，强攻之后配拦网，所以球真的还是要做得到位，到点上。对，真的要充分的利用在前排的美津浓前排的拦网加尾这个点哦，其实算是美津浓这边比较有一点点可以去突破的一个攻势哦，因为加尾的拦网的点没有那么高的话，高度不太够，对，就应该要多充分的去利用哦。有没有呢？看这个有没有过？哎呀！
其在前一排的文成哦，其实也知道这颗球不太好打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他是想要先借由一个拦网的手让球反弹回来，重新组织进攻搭配。那在台电这边稍微比较可惜哦，可能没有注意到那卡拔起来的球也没有好好卡拔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重新组织哦。 相对在配给小杰的这颗球呢，其实也是偏低的哦。哇！温义凯这时候跳出，其实就有补刀的效果。对。 王正良多次尝试想要正面进攻强攻嘛，总算是要到了分数。对，否则在第4局整个是攻得蛮辛苦。对，确实，因为其实这颗球给他的高度有的话，正良就能够充分的去攻击哦。那其实前几颗在配给他，可能举球员在举八股的时候，这个球线的点哦都偏低了一些些，他就比较不好出手。成功的封网。 这次就有抓到了，换成是美基隆必须请求暂停。屏东台电在这2天的比赛啊，另外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是，他们在暂停之后的效果其实都很明显啊，都能够要么是10分，要么是可以把比分重新有一些调整。对。好，那这波暂停主要是美基隆教导，所以台电这边其实只是把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再延续下去就可以了。台电持续发球。 这边来，这个压力就会在美基隆这边哦。台电这个追分追得很快。对，尤其是在这一波的刚刚许文成的后排进攻，再就是接连的2颗拦网得分哦。其实这一波其实对于台电来讲蛮重要的哦。嗯，想要弯道超车了，第4局第2度追平，做给温义凯。 18比17，哇，决定放掉。这个发球其实蛮关键的哦。许文成的发球。 一样给温义凯。哎，看一下，最后应该是出界了。是。哦。不过台电这次其实已经早有准备了。对。但这一个就是个人能力了，知道你要这样做，但还是硬是这正面挑战。是。接发球到位。 一样给小温，再尝试。哇，3支突破拦网哦！真的是靠个人的攻击能力突围啊！是因为刚刚第一波的台电这边比较可惜哦，接发球有到位的情况下，举了一个4号球，也是偏短哦，让敏汉这边是没有空间去发挥的哦。
3个人的防守中硬是穿过去。是。罗斯汀的发球。 给一个快攻，这局其实非常精彩哦。是，台电一直给美津浓压力。修正球。 没有接好哦，啊，危险危险！哎呀！往前双方有点混乱，重新组织，再给温一凯 ，touch out。是，哇，这一分美津浓拿了算是有点惊险。是。温一凯在这几分当中啊，真的是帮助球队挺过了乱流。第二时间，哎呀，对，这想法概念是 good idea， 但比较可惜，最后的执行上面。 对，其实就很考验着明翰在处理球的能力哦。因为其实这颗球的接发球可能偏靠网一些，所以其实在育人在修正的时候，其实也很勉强的在修正哦。那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明翰该怎么选择出手哦？这也是他必须要去选择以及考量的地方哦。接发球也没有到位，双方各化解一波攻势。 交给今天手感好的张佑成，对，看这一波进攻，靠网，硬是被又压了回去。这么一来，美津浓好有气势的，要情势大好啊，很有机会拿到第4局喽。哇，这几波的对峙啊，都很有耐心啊，选择了合理方式做处理。篮网果然还是在第4局双方的决胜关键。 换上了冒葱啊，这个对位换人，哇 ，nice 发球好球，对，这球先过网，抢 spot， 看这波进攻，这边冲击回到台面，又是一个扣，往前的封网成功，哇！ 这几个拦网真的是非常关键，这个最后这个快攻被识破了，对，完全就是举在对方的手上哦，被猜到了。明翰下来休息，郑伟之上，局末点24比19。 哇，结果这球发的比较长啊，直接把第4局啊让给了云林美津浓。哇，所以屏东台电呢连续2周啊在凤山体育馆比赛都打满5局，
们稍后呢要看一下连续2周美津浓跟台电第5局大战，谁会拿下这场比赛？稍微休息一会，再回到气牌20年10月1号在凤山体育馆为你带来的转播。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 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 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 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其实在整个第4局啊，好几次大概有3度啊，台电事实上是想要把这个领先给去压过去啊，特别是在中段跟尾段啊，所以两边平手了6次，可是呢，美基农始终保持着领先。对，尤其像在美基农在几个关键的攻击点哦，确实都有把握住哦，所以才让他们的最后才能够取决于第4局的决胜哦。那我觉得台电这边比较可惜的是，举球员跟每个攻击手的搭配哦，感觉是出了一些小小的状况。那我希望他们在第5局的时候呢，举球员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举球的高度啊，或者是配球的人啊，都可以稍微去多做一点思考哦。不过其实拦网毕竟还是这场比赛的关键哦，特别是在第4局哦，在尾段，当时台电多次抢攻啊，不过还好在拦网的部分，美基农这边是有确实抓到对方这攻击的企图跟路线，所以至少在分数上面没有持续的把伤害扩大。接发球，文成，还有小心哦 ，nice， 看不好球。好，这个时候重新组织一波。台电再攻啊，没有配好。哇，在今天两边哦，说真的，这个攻击手打得都很辛苦哦。对。这给球都要让攻击手在空中哦，这重新再去定位，再去寻找可能的机会。好，这个像这样的攻击就相对比较单纯，正面应景。发球，对小文这边的攻击失误。我刚才听到这个击球的声音，似乎是比较响一点，比较脆一点，响一点、脆一点。对，他确实比较没有包到球。对。就看到在最后出手，感觉自己好像是有点没有掌握住。对，自己也比较懊恼一些。好，重新再调整。对，这次把彻底包进来了。是，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其实小文刚刚在接这个接发球是非常有侵略性的，送了一个平球，代表着他非常有自信的想要接完球马上做一个攻击得分哦。哇，对，应该是一个 touch out 对，出界了。对。上周呢，台电美基农也是占满了5局啊。当时第1局、第3局是美基农拿下，但是2、4局是台电的，这个战成了平局。那最后呢是台电第5局15比7哦。看起来这个美基农今天把气势给拉抬起来了。是整个第5局的开局哦，感觉美基农是整个气势非常满的哦。不过我觉得上周的比赛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美基农跟台电即便打满5局，可是最后的总分差差了21分，这个是蛮少见的。对，其实就比较像是整个球队的稳定度哦，其实没有来得这么的好哦。你通常打满5局，表示你两边的分数应该要蛮接近的。对。但是你打满5局，竟然都差到21分，表示说中间可能输就是输1票。对，是有点表示说，像整个球赛的专注度，对，落差比较大的那一方，感觉专注度就是没有那么足哦。对。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要称赞美基农，他们在整个第4局的这个气势啊，还有在整个团队的士气能够维持不坠。对，感觉不像是昨日打的最后一场5局的球队哦。对，尤其是在第3局，他们又这个比较大的比分哦，就是被对方拿下15比25。这个时候真的很勉强啊。对，接发球也出现了状况。是。在第5局这样子的失误，真的是比较
尽量不要出现哦。对，因为每一分都很巨大。对。所以此时这边屏东台电叫出了暂停。你不要是拢球拢稳开啊，吼，最紧的是对上话，吼，人家走，他们。慢，再来。等一下，可能这样比赛结束之后，这位球迷可能要跟场上的某一位球员拍照，所以这时候赶快先补妆。对。注意奥赛哦，注意奥赛哦。发球力道高。哦，还有哦。哇，今天台电几个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啊，其实确实在关键的时候都能够帮球队要到分数。是。啊，应该没有大碍，继续比赛。在台电这边，其实，在发球波就要非常的去找对方的弱点哦，不能，当然就是尽量不要让对方球接到位嘛，让他们的攻击更顺畅哦。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发球方还是可以再想一下路线哦。那现在是詹明翰的一个长球攻击。裁判第一时间是判出了奥赛，但台电这边想要去挑战拦网触球。1、2局的许文成啊，3、4局的敏翰，就感觉上这两个就比较有经验的球员，其实帮助球队拿到分数之外，也感觉他们打的其实蛮辛苦。对，敏翰几乎每一次攻击之后都会落地。对，稍微是有点比较倒身的去打哦，那就还蛮可惜的，因为毕竟他如果是在好的位置去攻击的话，球点是很高的哦。在看起来是很清楚的哦，位触球。7比4。哦，这种抢失误的比赛，其实到3分就已经是一个坎了。对。对，至少要这样子的配球，给他有一定的高度，郑良一定才能够选择他要打的路线啊。如果你的高度没有的话，郑良根本就还没有挺身要打球的时候，球就压迫到他出手的位置，他就没有办法选择哦。是，而且他在整个应该说发力的过程，也没有办法把他的动作给做流畅做完。对。我们常常觉得今天台电好几个攻击手都最后有点是被逼的，没有办法，这个点呢只好硬是扣下去。对，哇，接发球有点惊险。沃斯汀，还有吗？好，沃斯汀要到分数之后，双方换边。是，那美基农这边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这群比较年轻的球员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不管输赢或是落后多少，他们只要球进，哇，这个全队就都很嗨。对，没错，尤其是替补上来的沃斯汀哦，他虽然身材比较矮小，但他也没在怕的哦。对，每个出手都是很勇敢哦。不过不管是强攻，甚至是小球，都有他的运用哦。能量很满。对。都很有思考的去处理哦。那被拦到了，他也不会怕，他会觉得还要再打一个回来。哇，这个发球挂网，这给了台电
的机会哦。对，有一点点喘息的空间哦，就看台电能不能够把握这个对方的失误，来一个连续得分。林一辉。 哇！小心！哇，差点要演出跨栏了。是。但跨栏第2盘还有陷阱，还有椅子。危险！对。哇！危险！ 张佑成在后半段的攻击率也下降了，不过这段期间还有伍奥斯汀。对。发球还是状况比较多。是。那另外，现在美津浓的这个轮转啊，他在身材方面现在这前排是比较矮小的，或许也是台电这边可以利用的机会。对。 接发球稍微有点状况，还有倒打单打，哇！双方有点混乱。是，哇，也没有修正好哦。哦，两边现在到底要怎么样？还有，修正好，有点短。这波真是双方到底有没有办法好好组织一波进攻再来？还有，先组织一波进攻的就有机会拿到分数。哇！ 最后是以这样的方式，对，2次修正给黄振良，黄振良都没有能够完成进攻，哇！最后是以这样的方式要到球啊！哎呀，哇，这一波两边打的都很乱哦。对，看得我都好紧张啊。没事啊。哎，失误太多，尤其是发球了。好，来。 两边都在救球，不过刚才这一波其实也凸显了我们在刚才应该是发球之前美津浓的状况哦，就轮转他们在前排现在是比较矮。是，其实看似很简单的球哦，但是加上了压力啊，以及整个团队的一个氛围的改变哦，整个球变得很难接，球也变得很难修，也变得很难打。 因为有时候会顾虑很多，然后我一修到那个位置啊，这个出手是不是有没有高度的优势，有没有对位上的优势？尤其现在来到第5局了。哇！这种有组织性的进攻，做到点上，把握度就来了。是。 长哦，是发球失误真的太多了。对，现在已经连续3个了，对，是，都稍微有点可惜哦。不然在美津浓这边应该是可以打得更顺畅哦。对，台电这边的9分有3分哦，这个分别1个挂网，2个出界，是美津浓直接发球送给对方的，有机会这波发球追平。一样是给小温。 对，小温在对于这颗球的掌握度就很高哦，他自己就也想要打一个直线的touch out哦。11比9，沃斯汀后半段上来了，小兵立大功。看，哇，手起刀落，霸气。对，总算感觉打到第5局了，才看到一个正常的敏汉出手，对不对？总算是比较舒服的位置哦。对，你看他这个做完动作的延展跟落地哦，不然在今天哇，这都是在很别扭的情况之下勉强去扣。对，而且你也看出来，他打完这颗的眼神是非常坚定的哦。还有，聪明，还没有吹哦，还有，还没有吹哦，还没有吹哦。对，因为其实，在
裁判还没有吹的状况下哦，真的选手真的还是要把球赛继续哦。所以这时候美津浓赶紧在这个时刻按出了挑战按钮，看这颗球是否已经落地了没。双方今天在选择挑战的时机啊，其实都选择的蛮不错的。对，确实是已经完全落地了哦。其实也考验着教练的反应呢。如果他再慢一拍按的话，就没了。对，所以刚刚教练团这边是蛮慌张的。明天挑战成功率算是高的喽。是。现在把右身给换上场哦，我想应该是要去调整在2号位这边的拦网高度哦。对，这个是这2波美津浓比较吃亏的。还有看这波的这个攻击要去，还有，阻击一波黄正良，再来，修正修好。换边连续2次都是比较软的方式过网。对，张佑成正面被扣回来，哇，又回到1分差距啦。哇，这胜负还很难说啊。是，所以现在再把我们的嘉伟先发举球员再换回场上。其实教练有这样子的用法是对的哦，看可不可以去拼一颗拦网哦。后排的，哇！线内，哇，这个后排起跳点可以打在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容易。对。所以台电这边想要挑战，看他有没有足部犯规。啊，这个手型哦，整个撇开来。刚才提到，在今天呢，几乎前面的几个挑战呢，都这个成功机会很高，然后可以要到分数。不过我看一下，在最后完全哇，没有犯规，而且是这么的刚刚好哦，就刚好刹车刹在这个地方。是，毕竟这也是他最拿手的区域哦。脚不要长大的话就还好，鞋子就穿刚刚好。对，连个大半号都不行哦。哇，这刚才真是正好1咪咪哦，就把就是这知道最边边了。对，真的小温这一个攻击的起跳点，甚至是打点的位置都是非常的好。13比11，距离胜利剩最后2里路啊。接发球，敏汉，好球！对，一定要往嘉伟这边去突破。我觉得，毕竟必须还是要找对方最容易突破的地方去挑。而且刚刚敏汉这个点，他有一个错位的优势啊。对。打他这个点，现在在第5局是整个成功率最有把握的。但这边同样，这次的正面突破没有成功。没错，遭到了3人拦网。1打3啊！确实，台电这边的拦网绝对会注意到小温这一边哦。现在不是单挑的年代了。是。13平，对成了平手。奥斯汀，哇，危险！哎呦喂啊！这危险！哇，反而我觉得在这样比赛哈，其实先不管最后的胜负，美津浓其实在最后人员运用，第一个灵活之外，而且也非常的成功哦。是。
哇，这场比赛虽然说在拿下了第1局啊，第2局、第3局被台电一个比较大的比分带走之后，4-52局回稳。我们恭喜美津浓在连续2周面对屏东台电的5局大战。上礼拜输球，不过这礼拜呢是扳回一城这也让台电在连续2周的赛程4战呢没有能够全胜，有点可惜。特别是在第5局非常的精彩双方其实几乎是要战到了 deuce， 但是靠着吴奥斯汀以及在最后这次有组织性的进攻拿到了比赛的胜利。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赛后访问我跟吕教练聊一下，其实连续2周刚好都跟台电打满5局，对，那2次结果不太一样。谈一下这2周，上周在第5局来讲有点被带开，对，这次第5局双方其实有追平，后半段你觉得是怎么样这次可以拿到比赛胜利？后半段包括我们的接发球，其实他们的发球的强度，其实在1到4局我们其实手下他们强度了。然后呢，加上我们的今天的佑成跟威凯两边的大炮发挥的非常稳定。都有去突破他们的拦网，因为台电拦网实在太高了，太会抓了，所以我们今天这2支的大炮发挥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才可以突破台电的拦网这样子。哦，那是因为台电本身它是比较经验的球队哦，那他们在5局当中的表现相对呢是比较稳定的，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像其实连续2周你们都有1局当中是被带得比较开，可最后都能够跟到第5局。那我觉得这样比赛大家都在讨论说，其实他后半段的调度蛮成功的，特别是伍奥斯汀，然后最后的发挥。那也谈一下，就是说在后半段应该是第4局开始吧，就教练带你上去的时候，那有没有交代你说要做哪些任务，然后你自己临场的发挥跟表现，跟几个关键球的处理，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教练没有，教练有那个啊，有说，就是派我上去，然后我自己就是尽力去做自己的身份，然后能在关键时候得分，然后能帮助球队是最好的。感觉上在第4局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蛮关键，是因为第3局的分差有点开，25比15。可第4局开始，大家觉得，我觉得你们蛮嗨的，而且像本身你也在嗨咖，也谈一下，就是在3局、4局间，全队在开会的时候，有没有彼此提醒什么事情？因为我本身对就是主播说的嗨咖，然后希望这个可以带到球队的气氛这样。好，对，那你现在可以嗨一点，好，没关系。好，那我们跟佑成提一下，好，来，刚刚佑成也在笑，好，那。讲到昨天的比赛哦，打满5局哦，我记得结束的时候已经10点半快11点了。对，那回去大家有没有什么讨论？因为今天昨天是关门战，今天开门战，哇，晚接早。在感觉上第1局好像大家还没有热开来，这样。第1局吗？好像两边都这热机热的比较慢一点点。其实我觉得我们第1局就已经有开始进入状况了，因为如果一开始没有进入状况，我们如果去打这种台电这种强队的话，其实我们会很难去突破，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开局就要马上进入状况，去把这个比分咬住，甚至可以超越比分这样。是，那特别今天在一开始，我看你第1局、第2局攻击上蛮强势的，这个任务上的分配，昨天有讨论吗？对，我们昨天有小小开会一下，就是用聊天的方式说，昨天为什么我们在第4局领先那么多的情况下还会被逆转？所以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下，讨论出一些结果，然后让今天的比赛能够顺利的发挥。好，那我们也恭喜美金龙哦，在连续2周比赛面对台电，同样大满5局，但这次呢是带着胜利，然后结束这一周的赛程。好，我们谢谢。好，那我们也恭喜美金龙哦，今天是3比2拿下胜利哦，那也辛苦他们了，昨天也是5局大战3比2哦。那今天呢，其实在台电这边呢，他们有很好的优势在于拦网以及中间手的发挥哦。不过就是很可惜的是，他们在跟举球员在搭配的时候，感觉举球员的球不是那么的到位哦，所以很多时刻你会看到攻击手打完球的时候，其实落地是非常的不稳定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可以再去多加训练的地方。那在美金龙这边优势呢，我觉得是他们后场换下来的，比如说像是伍奥斯汀的发挥啊，甚至是伟嘉的举球稳定性的表现，我觉得这些都是优于台电的哦，所以我觉得今天他们美金龙这边可以拿下胜利哦，我觉得相对是他们昨天一定有很好的去发挥，讨论说要怎么样去面对台电哦。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做好准备的哦。对，其实我们刚看数据哦，因为毕竟打满5局的比赛，数据上一定不会说有一方太悬殊啊，其实蛮接近的。但是这就是在这个第5局最后几个关键球有挺住压力。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这个多观察，就是他们的气氛其实蛮好的哈。对，没错。就是
就不管输赢，他们在全队上这个，因为这个气氛很好，然后整个士气很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维持在，因为通常哦，在第三局如果说分数带比较开，可能最后台电搞不好就3-1拿下这个胜利了。是。那最后这几个换人，包括看5号司机在刚刚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全队的这个气氛是让他们可以走到最后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没错，所以就相对的，其实台电就感觉是整体表现起来是比较零星一点点的，有个人技术，但是少了一点默契上的组合吧。对，那关键球的掌握，在美津浓在第5局也是掌握的比较理想啊。那我们在这场比赛转播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请所有的球迷稍微休息一会，我们稍后呢还有2场比赛马上要带来，一样是第5球队女子组高雄台电要面对毅力营造。那我们的转播第1场到这边先休息一会，我是汪柏林，跟我们的球评杨梦桦还有我们球评团队向您说声再会，我们稍后回来，拜拜。